不知道是跑得太累还是吓到的。周红林四肢发软，压根儿就抱不动海玲。别乱动海小姐！站家保镖推开了周红林，不让周红林乱碰海玲，以免造成海玲出血更多。他打了120急救电话后，也在想办法帮海玲止血，同时也联系战印等人。战印得知大姨姐被捅了几刀，忍不住吼着：“那么多人盯着，哎呀，那么多人跟着，还让我姐受伤了，他怎么向彤彤交代？”保镖不敢接话。那他们很多人盯着，对方派出的人也多呀，导致他们追上海玲的时候慢了几分钟。就那几分钟的时间，海玲就被捅了几刀。事发附近医院的120在最短的时间内赶到了现场，海玲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。妈妈洋洋哭成了个泪人，她也满身都是血啊，那是她妈妈的血。洋洋，周红林此刻就恨不得抽死自己，他怎么就不抱着儿子走路呢？他要是抱着儿子走路，洋洋就不会被人抢走，海玲就不会为了救回儿子被坏人捅几刀。海玲若有个3长2短，周红林都不敢去想那个后果。哎，不会有事的。哎，海玲是个好人啊，她吉人自有天相，一定不会有事的。周红林抱着儿子呢，跟着上了救护车。那医生护士在车上就赶紧给海玲的伤口止血。海玲是被捅了几刀，并不在要害上，但要是不帮她止血，她会因为失血过多而亡。见洋洋满身是血，以为洋洋也受了伤，护士想帮洋洋也包扎，是妈妈的血。洋洋哭着说道。那护士还是抱过她检查一番，确定洋洋是没有受伤。对昏迷不醒的海玲，医生护士都肃然起敬，都说为母则刚，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，当妈的可以连命都不要，就被捅了几刀，内脏还受了伤，那是被黑衣男人猛踹所致。但是海玲始终都没有松开儿子，直到安全了，她才放开了手。那护士都偷偷的掉泪。周红林抱回了儿子，死死地盯着海玲看，大气都不敢出，也不敢问话，怕吵着医生护士们给海玲止血。几分钟后就到了医院，海玲呢被推进了急救室进行抢救。周红林抱着儿子在急救室门口等着。那陆东明的人以及战家保镖也在场，苏南的人还在配合警方对那些人进行围捕。爸爸妈妈会死吗？洋洋害怕地问着周红林，他的晶晶哭得红红肿肿的。周红林马上道：不会的，妈妈不会死的，你妈妈是个好人，好人能活100岁的，她不会死的，她不会死的。周红林安慰着儿子，也是在安慰着自己。好一会儿他才想起打电话，那掏出手机时呢，洋洋却抢过了手机。他记得小姨的电话，洋洋给海彤打电话，那周红林看着终究是没有阻拦。不知道海玲是生是死啊？海彤是海玲唯一的妹妹，若是海玲抢救不回来，通知海彤赶紧过来，说不定还能见上海玲最后一面呢。姐，海彤接听电话时，还在老家附近的村子里考察她的项目进展情况，以为是姐姐打来的电话，她笑着叫了姐姐一声。战印在赶往医院的路上，他也给海彤打电话，但被洋洋抢先了一步，暂时还打不进去。小姨，那洋洋听到小姨的声音时，哇的哭了起来。海彤忙哄着外甥，洋洋怎么了？怎么哭了？是不是去上课很累？别哭，别哭，咱们洋洋是小男子汉，男子汉流血不流泪的。洋洋别哭了哈，小姨回去带你去逛超市，你想要什么，小姨就买什么给你。小姨，妈妈流血，流了好多血，小姨，你快回来，妈妈快要死了。哇，洋洋边哭边说，说的断断续续的。电话那边的海彤听得脸色巨变，手机都从手上滑落在地上。旁边的商小飞弯腰帮他捡起了手机，海彤一把抢回手机，对着电话那边的外甥吼叫着：洋洋，你说什么？你说清楚一点，你妈妈怎么了？洋洋，洋洋，你说呀，洋洋。
洋洋只知道哭。周红林赶紧拿回手机，对海彤说道：“海彤，你姐出事了，又有人抢洋洋，你姐为了保护洋洋，被捅了几刀，现在医院里抢救，你在哪里？快点回来，万一你姐，就你还能见她最后一面。”海彤手机再一次滑落在地上，她只觉得四肢发冷，然后天旋地转，站都站不稳了。彤彤，彤彤，你怎么了？沈小军和商小飞连忙扶着她。我姐。海彤此刻说不出话来。哇，你姐怎么了？商小飞关心又着急地问道。走，回去。海彤拼尽全力吼出了一句。她要回去。她今天为什么要跑回老家呀？她为什么不陪着姐姐和外甥？好，回去，我们马上回去。彤彤，你先别着急，没事的。商小飞边安慰着她，边和沈小军一起架扶着她，急匆匆地走向他们停放车子的地方。虽然还不知道海玲到底出了什么事，那商小飞也猜到是大事。否则海彤不会吓到语不成句。海彤现在这种情况肯定不能开车啊。商小飞开的车让沈小军陪着海彤坐在车后座。这个时候呢，海彤的手机又响了起来。是战印打来的。海彤抖着手接听电话，沈小军担忧地看着他。接通了电话，海彤都说不出话来，他的喉咙像是被什么堵住了一样，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似的不停地滑落。彤彤、战印已经赶到了医院，海玲还在急救室里喂出来呢，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向妻子开口。就他们安排了那么多人暗中跟随着保护海玲母子俩，结果还是让海玲受了伤。彤彤姐她，战印说不下去，谁知道他说的断断续续的，反而让海彤误会了，他误会姐姐没救过来，只觉得眼前一黑，身子一软，就倒靠在车椅背上，手机随即掉落。彤彤，沈小军被吓坏了，一边扶着海彤，一边猛掐海彤的人中。商小飞则是紧急地把车停靠在路边，然后跳下车，拉开了车后座的车门，跟着窜进来，和沈小军轮番掐海彤的人中。电话那边的战印听到沈小军的叫喊，他也不停地叫喊着彤彤。商小飞捡起了海彤的手机，冲着电话那边的战印吼道：战印，你对海彤说了什么？你说我海玲姐怎么了？商小飞，你们先送彤彤回来，我姐受伤了，在医院抢救，其他事情回来再说。海玲姐伤势如何啊？商小飞脸色也变了。他知道是海玲出事了，海彤才会吓成这样，但他不知道海玲到底出了什么事。那此刻听到战印的话，他也紧张也害怕，他妈可是把海家姐妹俩当成眼珠子看待的呀。那若是海玲有个三长两短，他妈妈还不知道会伤心成什么样子呢。我也不知道被捅了几刀，现在还在抢救中，我们已经在医院了。商小飞，你和沈小姐马上送彤彤回来，路上开车小心点。战印是恨不得飞过去把妻子接回来，但此刻他不能走开，海玲这里需要有家属在，万一需要转院什么的，他能迅速做决定，他可不敢把海玲交给周红林。好，我知道了，那我们马上回去，你给海玲姐请最好的医生，不管要花多少钱，一定要把海玲姐救回来。不用商小飞说，战印也会拼尽全力去救海玲的。那结束通话后呢，海彤悠悠醒转，一醒来，他就要爬到驾驶座去开车，就沈小军和商小飞死死地拦着他，让他开车会出大事的。姐，海玲碰不到方向盘，她猛地捶着车椅子，边捶边哭，她要失去姐姐了，她就剩下姐姐了。老天爷为什么还要夺走她的姐姐？她的爸爸妈妈都被夺走了，还要夺走她的姐姐？老天爷不长眼呀！彤彤，你别嚎，坐好，我们马上赶回去。海玲姐没死呢，你嚎什么？海玲姐是受伤了，
但还在抢救呢，他不会死的，你坐好，我们回去吧。海童听到姐姐还活着的消息，一把扳住商小飞的双肩，摇晃着，小飞，回去，我们马上回去。商小飞和沈小军把他按坐好，你坐好，别发疯了，我去开车。商小飞命令着。海童猛点头。医院里等待的人越来越多，陆东明赶到后忍不住揪住了战印的衣领，怒道：安排了那么多人盯着，怎么还是让海玲受伤了？哎，海玲现在怎么样了呀？听到海玲被捅了几刀，送进医院抢救，生死未卜时，陆东明只觉得心如刀绞。就在这一刻，他意识到他对海玲是不一样的。他喜欢洋洋，但他也在乎海玲，他也怕得要死。当年他自己受伤住院时，他都没有慌过，没有怕过。可是此刻海玲受伤了，他就慌，他就怕，好怕海玲再也醒不过来。战印没有说话，苏南拉开了陆东明，说道：你指责战印做什么？战印比你更不希望海玲受伤，那是他老婆的命，我们都派了人暗中保护呢，这不能只怪战印一人。他们呢，谁也不希望海玲受伤。在海玲母子俩跟着周红林夫妻俩走的时候，那暗中保护母子俩的人就一路跟随着的。那洋洋被抢时，就算海玲和周红林不追赶啊，他们也能把洋洋救回来。他们早就布下了天罗地网，准备把那伙人一网打尽的。是他们忽略了一个母亲对孩子的保护之心啊！就为了孩子，他们是连自己的命都可以不要。当妈的看到孩子被抢，他们是做不到不追赶的。那他们想到这一点，但想不到海玲能紧追不舍，她的体力好得惊人，就始终都不肯放弃。被坏人猛踹，被刀捅，她都不松手。是她看到战家保镖到场了，知道安全了，他才肯松手，而他身受重伤，洋洋毫发无损。陆东明转身，一拳捶在墙上。是呀，他也派了人保护海玲母子的，却还是让海玲受了伤。他也保护不力。商无痕和商太太夫妻俩来了。战印，海玲怎么样了？通知海童了吗？商无痕问的话，商太太害怕的紧紧地抓住丈夫的手。她好害怕才认回来不久的外甥女会追随妹妹而去。她寻找妹妹寻找了几十年，有消息时，却是妹妹10几年前就离世的消息。好在还有2个外甥女在，还能宽慰一下她的心。要是连外甥女都还在里面没出来，不知道情况怎么样。跟海童说了，她在赶回来的路上。商无痕嗯了一声，然后安慰着母亲。叶佳妮呢，也悄悄地来了，静静地陪在周红林父子身边，她脸色也白得像纸。当时警笛声响个不停，就她知道来了很多很多的警察，就更知道原来战印一直安排了人暗中保护海玲母子的。她帮着那些人抢走洋洋，怕是早就被盯上了吧？人家就等着有证有据把那伙人一网打尽。可能啊，海玲受伤对于战印他们来说才是个意外吧。那周红林也告诉了父母，周父周母听说孙子差点又被抢，吓得魂都要飞了。知道孙子没事后才松口气。听到海玲为了护住洋洋受了伤，在抢救，周父周母自然也要来医院的。周红林劝父母呢在家里等消息，夫妻俩都不愿意等。这在海童3人赶到医院后不久，急救室的门才被打开。医生，我姐怎么样了？海童扑过去，一把抓住医生的衣袖，着急地问道。战印扶着他，怕他会晕倒。那医生说道，伤者没有被刺中要害，但他5脏6腑都受了伤，失血过多，危及了生命，我们给他做了手术。现在需要转入重症病房住上几天看情况。这几天他若是挺过来就没事了，那挺过这几天代表真正的度过了危险期，海玲就能活下去。医生，一定要救我姐，一定要啊！医生说道，我们能做的都做了，现在就看伤者能不能挺过来了。伤者的刀伤不致命，
让他在生死边缘徘徊的是他的内伤。海童两腿发软，战印扶着他，安慰的道：“姐会没事的，姐一定会没事的。”战印，海童一个扭身，扎入他的怀里，痛哭：“我好怕，我怕我姐，我就剩我姐了，我爸妈都没有了，就剩我姐了。若是我姐都……”战印，我怕，我真的好怕。海童的话让商太太也跟着落泪。他想到了自己，当年他和妹妹被送进孤儿院的时候，还有姐妹俩，可在他有妹妹的消息时，却只有他一人了。他连唯一的妹妹都没见到最后一面。战印紧紧地拥着海童，给他依靠，给他安慰：“童童，姐不会有事的，她很快就会醒过来，没事的，你别担心啊，我们还要帮姐照顾好洋洋呢，洋洋被吓坏了。”海童害怕得很，泪水止不住，战印的安慰都起不到作用。但提到了洋洋，海童的哭声就小了很多。是呀，他还要帮姐姐照顾好洋洋。哭了好一会儿，海童调整好情绪后，接过战印给他的纸巾，擦拭过泪水后，便离开了战印的怀抱，走向了一直被周红林抱着的洋洋。小姨，洋洋朝他伸出双手。海童接抱过洋洋。海童，对不起。周红林愧疚的道歉，都是他的错。他没有抱着洋洋，又要从海玲那里拉过洋洋。海玲有个三长两短，他会自责一辈子。那洋洋若是被抢走，他也会自责一辈子。海童抱着外甥转身就走回到战印的身边，不想搭理周红林。周红林自责不已。周母想说什么，被丈夫按住了。这个时候呢，他们说什么都是错的。海童肯定恨极了他们的儿子。叶佳妮更怕，她努力的让自己变成个透明人。小姨，妈妈会死吗？洋洋害怕的问着海童。他就想到妈妈满身是血啊，他就害怕。海童把外甥的头按靠在自己的怀里，紧紧地搂着还在发抖的小身子，哑着声音肯定的道：“不会的，你妈妈能长命100岁，她不会死的，妈妈那么爱洋洋，她还要看着洋洋读书，看着洋洋长大，她不会抛下洋洋不管的。小姨，我好害怕。”“别怕，小姨在这里，别怕哈，我们都不怕。”“哎呀，你妈妈会好的，她一定会好的。”洋洋扬起小脸，眼睛红红肿肿的，脸上满是泪痕，脸色也苍白至极，还有着干固的血迹。海童低手看着外甥这副样子，又是阵阵的心疼，再次把洋洋的头按靠在他的怀里。他紧紧地搂着洋洋，洋洋则是搂着他的脖子。急救室的门再次打开。海玲被推出来了。海童抱着外甥冲过去，护士却把他挡开了。护士们边推着海玲走边说道：“家属别挡着路，伤者要先转入重症病房。”战印忙扶拉着海童让开路。那然后一起跟随着到了重症病房外。那医护人员就不允许家属跟着进去了。海童看到姐姐那张苍白的脸，躺在病床上一动不动，她的泪忍不住又掉落。一只小手轻轻地帮她擦着泪。洋洋说道：“小姨，别哭，我妈妈会没事的。”她自己早已泪流满面，她明白妈妈是因为她才会流那么多血的。小姨不哭，小姨是被风吹着沙子进眼睛了。海童腾出一只手擦去泪水。海玲进了重症病房，不需要家属留下来照顾，每天允许进去探望一会儿。虽说不能在病房里守着姐姐，海童也不肯离开医院，他要在外面等着姐姐醒来。这姐姐肯定会醒来的。哇，有警察来了医院，大家看着几名警察走过来。请问谁是叶佳妮？为首的警察问道。那所有人都看向了叶佳妮。叶佳妮惶惶地应着：“我是。”那名警察说了句话后，马上让2名女警上前带走叶佳妮。警察同志，周红林连忙挡住他们的去路。周父周母也跟在周红林身后，他们都看着警察。警察同志，请问我太太犯了什么罪？
你们要带走她啊？周红林质问道。我们怀疑叶佳妮呢与这一起劫持绑架儿童案有关。需要带她回去调查，请配合我们的工作。叶佳妮顿时面如死灰，两条腿发软，站都站不稳，要不是2名女警驾扶着她，她能软倒在地上。她就不敢相信。事发后才几个小时，警方就来抓她了。那个不知名的女人派来的人都落入法网了吗？然后他们把她供了出来。事发时，她看到对方有很多人帮忙挡着，海玲去追赶抱着洋洋跑的那个男人的。虽说也有一伙人是帮着海玲的，2伙人还交起手来，导致现场更加的混乱。也有几个人拼命去追赶海玲的。他当时听得清楚啊，那几个人叫着海玲做海小姐，那不是坏人，是帮着海玲的人。他没猜错的话，应该是战少安排过去的。叶佳妮在那个时候才反应过来，原来战少一直安排了人暗中跟着海玲母子的。海玲是洋洋的亲妈，一个女人爆发出来的潜能有多大呢？那在她的孩子出事时啊，就能看出来。战家的保镖啊，都是受过训练的，奔跑的速度绝对不慢。可在当时，他们就追不上海玲，可能也与一路上都有杀手涌出来阻拦的原因吧。战家保镖以及陆东明的人，就是慢了几分钟才追上，结果海玲已经被捅了几刀。叶佳妮以为这次的事件又会和动物园事件一样，最后都没有个结果出来。周红英都念叨了数次，说警方怎么还没有破案，还抓不到抢小孩的坏人呢？叶佳妮收到的消息也是让她暂时不用动的，她以为最少也得等上几个月，对方才会再次动手。谁想到这2天特意就催她再次把洋洋带出来。警察同志，你们弄错了吧？我老婆，她怎么可能是这起事件的嫌疑人啊？她一直和我们在一起的，她也没有那个本事呀。周红林怀疑警方弄错了。警察严肃地道，我们有证有据的，绝不会冤枉任何一个人。周红林还想说什么，被他父母一把拉开了。红林，你没看你老婆的反应，她脸上血色全无，2腿发软，就那是东窗事发后的恐惧。周母说道。说完后，她反应过来，马上如风一般刮到了叶佳妮的面前，抬手啪啪就给了叶佳妮2巴掌。要不是一名警察拦住了他，他还要继续呢。贱人啊，还真是你做的呀！你竟然勾结拐子佬，想拐走我的孙子！你个毒妇！毒妇！你们别拦着我！我要撕了这个毒妇！他想让我周家断子绝孙，他想害死洋洋，害死海玲这个毒妇！毒妇！周母骂得声嘶力竭的。那这一次的事情，如果是叶佳妮弄出来的，那上次他们一大家子去动物园游玩发生的意外也不是意外了，是叶佳妮下的黑手。这个女人怎么能那样的毒？想拐走她的外孙，还想拐走她的孙子。海童听到叶佳妮与这件事有关，把洋洋往战印怀里一塞，他就要去暴揍叶佳妮一顿。彤彤，战印拉住了海童，说道：法律会惩罚他的，你别动手。那警方都来了，用不着他们再动手教训叶佳妮。那苏少主那里有证有据，叶佳妮跑不掉的了，就至少要进去蹲上几年。那宁太太干爸以前的那些手下落入法网的话，都是有前科的，那会被判得更重。就因为他们是涉黑人员，那宁太太自然也跑不掉。事实上呢，警方也是兵分2路的。一些人呢来医院带走叶佳妮接受调查，一些人则去了宁家别墅。宁太太的那些手下在战苏陆3方人马的帮忙下，这一次呢没有一个能逃掉，全都落入了法网。那为了抱走洋洋，这一次宁太太呢也是狗急跳墙，未与丈夫商量，就调动了成百人帮她完成这一次的阴谋计划。但真正牵涉其中的却不止成百人，还有很多花钱请来的小混混。宁云初说过的，宁太太急起来的时候会撕个鱼丝网破。当然了，宁总要是知道了，
估计得吐血。会骂老婆太冲动的，女儿就是太冲动才会进去，结果老婆也冲动，老婆进去就进去了。那待折损了那么多的手下，这是宁总最心痛的地方。被丈夫拉住，海童才没有上前去暴揍叶佳妮。叶佳妮被警方带走了。她是被架着走的，因为她已经软得无法再走路。都是接受过教育的人，她知道自己落入法网后等待她的是什么。我也是被逼的呀。叶佳妮扭头，拼尽全力地冲着丈夫嚷嚷了一句。她是真的被逼的。她不那样做，那些人就会要了她一家人的命。难道她要为了洋洋，就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一家人的命都丢了吗？她也不敢报警，怕报警了，自己的家人依旧会死。她知道的，自己和家人一直被人监视着，她却连监视他们的人都没有见过，只知道一直被监视着。那个不知名的女人有很大的势力的，是海童造成的。叶佳妮这句话说的无力至极啊！就这一切都是因为海童，是海童得罪了别人，别人要报复海童，才会找到他，逼着他利用洋洋。那个女人说了，就算洋洋落入他的手里，只要洋洋听话，不哭不闹的，不会对洋洋怎么样的。只要海童去见了对方，洋洋就能平安归来。洋洋不会掉一根头发，他哪知道海玲为了洋洋会受伤。洋洋是不会有事的呀。周红林站在原地喃喃自语，怎么会是佳妮？怎么会是佳妮？怎么会？周红林！周父一声暴喝，猛地就给了周红林一巴掌。这一巴掌打得响亮至极，所有人看着，却没有人去阻止。是你把那个毒妇带进我们家，他拆散了你的婚姻，闹得我们家无宁日。洋洋的抚养权都给了海玲，他还要对洋洋下如此的毒手。那个毒妇是你有眼无珠。周父指着儿子破口大骂。周红林被父亲打了一巴掌，也不敢说话，他捂着被打的脸，都不敢看父母。他真的不知道会弄成这样。他也想不到叶佳妮会对洋洋下黑手。洋洋给了海玲，如果他们不去看洋洋，海玲母子俩绝对不会出现在他们面前，那压根儿就影响不到他们的生活呀。叶佳妮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是害怕他会因为洋洋与海玲旧情复燃，然后复婚吗？他也太低估了海玲了。那海玲既然和他离了婚，就绝不可能回头。别说海玲现在的生活是越过越好，他是越过越差。就算反过来，海玲越过越差，以海玲的脾性也不会回头求他，打扰他的生活的。好马不吃回头草，海玲是好马，她宁愿当一辈子的单亲妈妈，都不会回头吃他这根贱草。早说了，叫你不要和他结婚，不要和他结婚。他过日子是不如海玲的，你不听，非说和他才是真爱啊！呸！以前你和海玲也说是真爱呢。周母骂着儿子，现在好了，看他干的事，天天跟我吵架，跟你姐打架，还说我们联合起来欺负他，明明就是他欺负我们。他仗着你对他的宠爱，不把我们放在眼里。周红林，你现在满意了吧？你满意了吧？骂完，他又去推了一把丈夫。骂着丈夫转钱给海玲的时候，我就拦着的，叫你不要给海玲转钱，不要让他们俩离婚。你们父子俩都不听我的，现在你知道怪儿子了。周父也生气的回推了周母一把。最坏的就是你和你那个好女儿，要不是你们母女俩嘴多爱挑事，整天在红林面前搬弄是非，那离间他小夫妻俩的感情会有今天吗？你要好到哪里去？你说过话吗？那你出过声吗？周母知道自己错了，错得离谱，把海玲好好一个儿媳妇折腾得离开了儿子。儿子娶的叶佳妮进门就是个扫把星，败家精，把他们周家折腾得鸡犬不宁。这样就算了吧，那个毒妇竟然还朝小宝和洋洋下黑手。红英是嘴贱了点儿，叶佳妮身为舅妈的，
怎么能狠毒到和拐子佬合伙想拐走小宝，就借此来报复红英吗？但海玲在离婚后并没有做过纠缠红林的事，要不是他们老是去纠缠海玲，说不定海玲连见都不想见他们，压根儿就影响不到红林的新生活。叶佳妮竟然也要对洋洋下狠手。周母想到自己老是叫儿子和叶佳妮离婚，然后和海玲复婚，还说海玲现在有赚钱能力了，还瘦身成功，恢复了婚前的容颜。复婚带给儿子的好爱多多，叶佳妮是不是因为这样就心生怨恨，所以对洋洋下毒手？良久，周母走到了海童的面前，看着被海童抱着的洋洋，她伸出手去想摸摸孙子的，手伸出到一半又缩了回来，愧疚地向海童说道：“海童，对不起，是我们周家家门不幸，娶了个毒妇回家，害了你姐姐。”海童冷冷地看着他。警方把叶佳妮带走，海童虽说还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却也能猜到些许。我姐已经和周红林离婚，她也开始了她的新生活，洋洋更是被她照顾得很好。麻烦你们周家人以后离我姐远一点，我姐从来没有与周红林复婚的念头。叶佳妮可恨，你们同样可恨。周母惭愧地低下头，是呀，他们同样可恨。是他看到海玲姐妹俩认回了有钱的大姨，知道海童是战家大少奶奶后，他就极力的想拆散儿子和叶佳妮，想让儿子和海玲复婚，叶佳妮不就生出恨意，才会拿洋洋来开刀。我不想看到你们，请你们马上离开。在警方只带走叶佳妮的时候，海童知道周家人与这件事是无关的，洋洋怎么说都是周家的亲孙子。周母是更偏爱着外孙，但对于唯一的孙子也在乎，绝不可能与歹徒合伙抢走洋洋的。虽说与周家人无关啊，海童此刻也不想看到这些人。海童，我知道我们现在说什么都没用，但我们是真的关心你姐的。等你姐醒来后，我不敢奢求能来看看她，你给我们发个信息，让我们知道你姐平安无事了就好哈。海童绷着脸不说话。周母再次道歉后，便转身走过去和丈夫一起离开。周红林还不想走，被父母拉扯一把，他便跟着离开了。等周家人走后，海童问着战印，这件事是叶佳妮做的，她只是一枚棋子，背后指使人。警方应该也去他家里把他带走调查了。苏少主已经把所有证据以及那些人的资料交给了警方。当初苏少主只让他看两眼那些证据，不让他把证据带走，是做好了交给警方去处理的准备，也是为了他们的安全着想。那用苏少主的话说，那些人的反侦能力很强，战印是管城的身份地位是让人有所畏惧，但对于那些人来说，他们并不怕战印。若是能捏死他们的证据在战印手里，战印能不能活着见到明天的太阳都是个未知数。那苏家就不一样了，苏家低调，但他们的人脉版图却是让人震惊的。没有人敢轻易动苏家，动一个苏家，可能会遭到无数个大家族的围攻。况且苏家是以打探消息著称，拥有强大的信息网，那些证据由苏少主保管，那别人是知都不知道的。彤彤，等会儿我再跟你细说吧，你先回家休息一下。现在人来人往，太多人了，不适合说这些。我不回家，我要在这里等着我姐醒来。哪怕海玲不需要家属照顾，海童也不想离开。彤彤，姐现在在重症病房里，也不需要我们照顾。我们先回去，你也要休息好，才能照顾好洋洋。等姐醒来，你还要照顾姐呢。战印想劝妻子回家休息，我不想回家，我想在这里守着我姐，说不定我姐晚上就能醒过来。她醒来了，第一眼肯定是想看到洋洋的。海童坚决不回家。彤彤，战印说的对的，你姐现在不需要我们家属照顾，你先跟战印回家休息，大姨在这里守着就行啊。妈，商无痕和商小飞都叫了一声。商先生也不赞成妻子留下来，他说道：
我们留在医院也做不了什么，大家都回去休息，还没有处理好的事情，先去处理吧。我不放心啊。商太太才说了句话，就声音哽咽了。海童有多担心姐姐，她就有多担心外甥女。她和海童是一样的。大姨，你们回去休息。我姐醒了，我第一时间通知你们。海童帮着劝商太太回家。毕竟商太太是渐渐上了年纪的人啊。那在大家的一再相劝下呢，商太太才离开医院。那最后只有战印夫妻俩和陆东明还留在医院。东明，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你和苏南一起处理的。你放心，我姐醒来，我也会通知你的。知道好友也在担心大姨姐，战印拍了拍陆东明的肩膀。那说到收尾的事啊，就拜托你和苏南了。陆东明看着重症病房，他很想守在海玲的身边，但他此刻在重症病房里，连海童都不必照顾他姐姐，他就不用说了。沉默了良久后，他又看向洋洋。洋洋已经窝在海童的怀里睡着了，两只小手还下意识地抓住海童的衣衫。今天发生的事对于一个3岁的孩子来说，那是毕生的阴影呀。那陆东明也心疼洋洋。有什么事就通知我，我先去处理后续的事。好。陆东明深吸口气，再看了看病房，才转身离开。要想让海玲母子俩以后都安全，能一直像个普通人那样生活，不用再担心发生这样的事情，他们就要把这件事处理得干干净净的。战印吩咐保镖出去打包快餐回来，然后打电话给司机，吩咐司机把他的房车开到医院来，方便海童给洋洋做吃的。吩咐完毕后，战印才在海童的身边坐下，想把洋洋抱过来，但是他一碰到洋洋就被吓得两手紧抓住海童的衣衫。洋洋，别怕，小姨在呢。海童连忙搂紧他，轻拍着他的身子，又低手用额抵着他的额，起到了安抚的作用，把洋洋重新安抚好。还是我抱着吧，洋洋也被吓坏了。战印没有再尝试着抱过洋洋，脱下了自己的西装外套披到洋洋的身上，然后伸手揽住了海童的肩膀，温声安慰着：彤彤姐不会有事的，别太担心。我今天为什么要回老家去啊？那我要是不回老家，就算他不回老家，他也会在他的书店里啊。而洋洋今天开始上课，阿七负责接送他。彤彤，就算你不回老家，事发的时候，你也没有办法在姐的身边保护她。这件事我们虽然都做着保护的准备，还是让姐出事了，是我们保护不力。